超能力学员播出的片段里面啊，我看到了道元老师教我们的学员小六壬寻物、寻人啦、定吉凶啦，然后择日啦，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用。5、6有榴莲啊，这个是凶神，这个东西本身存在，但是你找不到。现场教一下我，明天会不会下雨？你出去立刻就可以见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局限啊？道元老师，你怎么看？大道至简啊！我们活着是不是很简单？但你活得很好，你就很难。同一件事情能不能算几次，或者说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一次准了就可以。你可以用八字，你可以用奇门，奇门你可以用紫微，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看 MX 起了卦以后，并没有坚定，你坚定，这个世界就通了。西元丰利生，起盘的时候呢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这些人呢，自愿去修佛的，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窦岩。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最近我们的超能力学员播出的片段里面啊，我看到了道元老师教我们的学员小六壬寻物，真的很精彩，很快速的方法能够教学员去寻找我们的物品，包括像慧啊，他其实在用小六壬的时候已经算准了，但是他就是没有找到。通过您的这个预测，就判断他真的视而不见，这个真的很神奇。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想请道元老师带着我们观众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六壬，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小六壬。其实小六壬并不是所谓的超能力啊，它只在我们的风水术数里面，它是一个小数，称之为马前课，然后的话是诸葛亮发明的，就它和大六壬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要学会大六壬的话，其实它就挺难的，小六壬呢，就比较方便，就是小白就可以学得会。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节目中，那些学员，我的学生都很快的就学会了，而且能够学以致用。其实我也好奇啊，就是小六壬除了像能预测寻物啦、寻人啦，还能够用来做什么？寻物啦，寻人啦，定吉凶啦，然后择日啦，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用。现场教一下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够快速的去掌握这样子的，因为我看到好像节目当中您就是教大家掐手指诀嘛，就6个嘛，我都记得了几个，比方说什么大安啊、空亡啊，是吧？小吉啊，但是我对此理解的不是很深，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教一教我？这个小六壬它有6个符号，没错。那6个符号呢，它又分为吉，又分为凶，就是你看我的手指哈，在大安、寿喜、小吉这3个是吉的，那么不吉的呢？你看榴莲是不吉的，赤口是不吉的，赤口是不吉的，赤口。空亡是不吉的，空亡是不吉的。落在哪一个宫位上面，然后呢决定它的吉凶，比如说你找人找到大安，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没动了，就在你旁边了。大安就是安定、安稳、稳定，就不用操心了，对吧？但如果你停留在榴莲上面，榴莲呢就是反反复复啦，榴莲属于反反复复的，对。然后的话就内心比较纠结了，那你寻物就可能找不到，是吧？节目之中慧为什么我说他顺到了，对，他也知道这个方向，那个东西就在他面前，但是就是找不到，因为它落在空亡上面，空亡就叫视而不见，这个东西本身存在，但是你找不到，它落在寿喜上面，寿喜，你出去立刻就可以见得到，马上就看到，马上见得到，马上看到，好像还有2个老师没有讲，赤口啊，赤口，小吉，那这个凶的就是赤口，这个是不好的啦，赤口就是很多的阻碍了，就比如说定你的吉凶，如果一个人问官非，那么停留在赤口上面，那你就知道这个很难解决，就有麻烦，有小人作梗，有很多的意象，它通常是一个组合，比如说榴莲，赤口，榴莲加赤口，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最后还是不好的结局，对吧？比如说榴莲加寿喜，那就是好的，这个事情虽然有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很好的结果，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组合，吉加凶的组合，凶加吉的组合，吉加吉加吉的组合，所以就相当于一个公式。我们掌握了这个公式以后，然后我就可以去预测未来。是的，对。现在想进一步的了解，我应该怎么去开始起卦？因为我们有讲的这个，有3个吉神嘛，3个凶神嘛，分别代表一些大概的含义。那我应该怎么开始这个算呢？比如说你现在心里想，那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心里想着，明天会不会下雨？好，明天会不会下雨？
明天会不会下雨？对，我心里面想到的第一组数据，比如说368。对，如果是368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算？好，那我们就开始掐指。掐指，我们从大安开始起。从大安开始起。那么1、1、2、 2、 3。哦，这个好像是吉神哎。这个就叫速写。速写嘛，对啊。好，我们再从速写起1。1、2、3、4、5、6，有榴莲。哦，这个是凶神。然后我们再这个榴莲起8啊，1、2、3、4、5、6、7、8。哎，又是吉神。速写。对。那么速写呢，它又是南。哦，速写代表南边。对，南边。方位。南又为火。嗯。所以明天的话就是艳阳高照。但是这个中间有个凶神哎。中间你只是看到哦，可能有乌云哦。哦，有乌云。但是最终的话，就是还是一个艳阳天了。哦，那如果这个屏幕前的观众呢，想和道元老师一样，哇，这么简单，然后这么神奇，这么精准，就去能预测的话，其实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 WhatsApp， 然后去联系到我们道元老师的助理啦。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助理专门为大家去解答这样的问题。那我还想继续再挖掘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哎，小六壬很简单啊，是不是这个没什么作用啊？我花半个小时我就会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局限啊？道元老师你怎么看？就是不同的人来用，同样的东西它有不同的这种效果，所以大家觉得，哎呀，小六壬就像老师讲的，就6个符号，很简单，这个符号掐指一算就这么简单，对。然后的话，你真的能够算万物吗？那其实这个世界上就很简单了。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其实大道至简啊，一阴一阳谓之道。它虽然很简单，我刚刚开始讲的叫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就是一个再小的东西，你看到有分子，有微子，有粒子。对。但是你要放大，你看地球很大吗？无限。比地球更大的星系又更大，其大无外。所以就是各位的玄学爱好者，我们同学们，就是你不要听网上的那些人说这个很简单。对。因为我们活着是不是很简单？但你活得很好，你就很难了。没错，您刚才所说的，每个人用的时候，就是结果它是不一样的。那对这里面我想衍生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小六壬，它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点手指的顺序、数字以外，同一件事情能不能算几次，或者说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术数，它都要遵循一个天人感应，就是你对这件事情要很诚心诚意，所以其实不建议说做第2次或者第3次。所以你在做第1次的时候，就要很虔诚，自然而然的那一个时候是你是一个空白的状态，然后呢，你的意识形态突然闪现出几个数字，很有意义的一串数字，比如说你的生日、电话号码、车牌，然后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想到这个问题，你想到的万物内象，那个时候的天人感应一致准了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很全面的风水大师，你可以用小六壬算一下。小六壬得出这个结果，对，你可以用八字，你可以用奇门，你可以用紫微，你可以用任何的术数，它其实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其实道元老师在讲这个我们起卦的时候，其实我总结一个点，就是要坚定，要非常的聚精会神的去观想这个问题，然后不要犹豫，我们就得这个答案。对，没错。那其实我看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教学的这个3位学员。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基础了，我个人的想法是不是正是因为他们有基础，所以他们会怀疑、会犹豫？那可能对于一个小白来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学这个，反正我就是这个得答案，反而更准。学习命理的人首先有一个赤子之心你给我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想感受这个节目中我们所展现的这种神奇，不听任何人，然后你自己体会就可以了。来学习，来学习，来体会。最后你会发现心中有一个答案。是一个人他如果说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的话，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说学习，他都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您对于3位学员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你发现他们可能在提升的一些地方？其实他们3个都学得很好了，用很短的时间就记住了吉凶，记住了里面的所有的象意。当然我也给学习卡给他们啊，就是各位观众，你看到在那个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卡，如果你也想拥有的话，就跟我们的这个助理联系，没错，先生也可以把那个东西给到大家。对，所以再回过头来讲，那每一个人都最起码学会了起卦，但是这个细节之中，你比如说我们看 MX，他在起了卦以后，并没有坚定，所以后来又用他的道法，找到他的主攻，最后发现
他主公没有给他指引，最后他又回归到来，既然是师傅教的，那么还是用小六壬，最后用小六壬找到了，慧就是他明明算到了在那个地方，他在那边找了 N 多回，但他来回最后没找到的原因就是他在怀疑，不坚定，所以如果他再坚定一点点，他就一定可以找得到，因为那个方位对呢，就在他的旁边，他就没找到，视而不见，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你坚定，这个世界就从了，这是我说的话。你若坚定，这个世界就从了你。对，好，感谢道元老师今天的分享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拜拜。拜拜。